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4季第16集。今天是复活节，春田镇的男女老少都精心打扮，以纪念耶稣的复活。孩子们穿上了演奏服，准备奏乐。这些花朵们朝气蓬勃，不过在秃头眼里只是移动的器官。看到那些完好富有生命力的零件，他就忍不住要伸出那邪恶的手。要不是秘书及时拦住，估计都扑上去了。接下来到了万众期待的音乐会，刚开始进行得很顺利，长笛、短笛的演奏都很优美。然而一到小号的部分就马上萎了，无论孩子们如何使劲儿，都发不出任何声音。音乐老师不禁气急败坏，快给我吹！你们这群小懒货！于是孩子们只得卯足了劲儿吹，然后乐器里的鸡蛋就像雨点般射向人群。所有前来参加复活节的人们无一幸免，全都沐浴了这节日的洗礼。最惨的还是老谋子，本想接些鸡蛋填充他的蛋酒，结果反倒把罐子扣在了头上，还不小心吸入鸡蛋卡住了喉咙。正当大家都在疑惑是谁干的这缺德事儿时，小新那肆无忌惮的笑声传入了众人的耳朵。幸灾乐祸的他一定逃不了干系，人们怒不可遏，直接逼近了小新，也不听他的解释，冲上去就要教训这小子。小新年轻跑得快，倒也还好，倒是牵连了无辜的秃头和秘书，直接被人流冲进了漫画男的店里。来都来了，秃头就看了下这些漫画书，毕竟他的童年时期也曾是非常喜欢的。那时各式各样的漫画书堆在床上，他每天都沉浸在这书里的世界。然后有一天，他的爸爸发现了这件事，他愤怒至极，认为儿子不应该做这些事，你应该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，虐待小狗。为了让儿子长教训，他买下了这家出版公司，然后烧成了灰烬。想起这段经历，秃头不禁泪流满面。他转身就询问漫画男，这一屋子的书多少钱？光的速度值$支付，给他个法拉第常驻就行了。再说回辛普森一家，作为音乐会演奏成员之一，新小妹对哥哥的行为非常不满，干得漂亮啊巴特，你毁了万圣节、感恩节、圣诞节和复活节，毁节大满贯啊！没想到小新一脸委屈，这事真心不是我干的。此话一出，全家人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。这时家里突然响起了葬礼进行曲，原来是白天的表演班子到他们家楼下来了，他们是过来找小新算账的，把你儿子交出来，这样我们好执行乐队私刑。小新见势不妙，决定先说服家里人。我承认我能对 Lisa 老爸老妈撒谎，但是我从来不会对麦基说谎。接着他盯着小新的眼睛说了一句，那恶作剧不是我干的。小新审视过后点了点头，见小新竟通过了小新的考验，大家都相信他是清白的了。然后新小妹找到了乐队，要求成立青少年法庭，然后让这群孩子做陪审团。虽说新小妹的意见得到了采纳，但想要找个不讨厌小新的法官可不容易。这时老辛普森听到了兄妹俩的担忧，说他知道有个法官特别棒，那是1998年，他正站在最高法院前与人辩论，他和其他2人各执一词，辩论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哪个更好。然后就听见一个声音说，我们的司法系统可以两者兼顾。这人就是司法部长珍妮特·雷诺。之后珍妮特就和老辛普森成为了朋友，并且还一直通过书信下象棋，这就越说越扯了。且不说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，用书信下象棋，这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吗？不管怎么样，青少年法庭还是开庭了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珍妮特竟出任了法官一职。老辛普森那离谱的故事居然是真的。首先是校长对小新的指控，正式陈述之前，他先道出了小新导弹王的名号，刚说完就被新小妹反驳为偏见表述。珍妮特大锤一落，有效。紧接着校长又说小新是伙同眼镜仔一起用弹袭击了这座小镇，但这一说法也被珍妮特用其他话给岔开了。看样子用不了多久，小新就能洗脱罪名了。接下来是食堂阿姨的证词，她说在复活节之后，她发现有3打鸡蛋不见了，并且她非常肯定小新不可能拿到它，因为蛋是锁起来的，钥匙她随身携带。这么看来，小新洗刷冤屈是板上钉钉了。紧接着是眼镜仔的证词，他说小新整个周末都和他待在一起，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偷鸡蛋。但凭他们的关系，校长怀疑眼镜仔会袒护小新，这也很好证明眼镜仔一撒谎就会尿裤子。可现在他的裤子干的就像木乃伊一样，看样子证据已经足够，可以结案了，证明了哥哥的清白。新小妹现在是春风得意，然而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。他在总结上说，放了这可爱的孩子。这可爱一词仅仅来源于新小妹对小新的评价，换言之，那些认为他不可爱的人也可以提供证词。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这次失误让这案子又成了悬案。如校长所说，讨厌小新的人实在太多了，就连辛爸都在这之列，等待着陈述证词。现在坐在证人席位上的是老谋子，他声泪俱下的控诉了小新那些电话恶作剧，说这小家伙引诱他在大庭
庭广众上说，有没有人想见我的裤裆？牧师的妻子听到这等污言秽语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孩子们更是对小新怒目而视，没能洗刷冤屈，小新将一切都怪到了妹妹身上。事情闹成这样，辛小妹心里也不好受。和哥哥争论间，她突然注意到地上的那份报纸，西福侠救猫放狗。或许这就是事情的转机。趁现在，我们来讲讲西福侠的故事。之前说秃头买下了整间漫画书，然后他就回家坐在壁炉边看了起来。然而这书的内容他提不起任何兴趣，真心瞧不起这些新潮超级英雄。说罢，他就把书揉成团投进了火堆。不得不说，这行为和他老爹当年可谓是如出一辙。这时有一本漫画引起了他的兴趣，隐匿于世的富翁，富丽堂皇的宅邸，非同常人的心智，这跟我很像嘛。他当即决定，他也要当打击犯罪的蝙蝠侠，而且还不是普通的蝙蝠，是那种翱翔于天际之间，吮吸猎物精华的蝙蝠。他连名字都想好了，西福侠。见秃头这样雄心勃勃，秘书却并没有放在心上。这老头就是想一出是一出，指不定明天就忘了。不过他还是相当配合老板的演出，给他拍摄了好几张作为超级英雄的照片。就在他准备完工回家洗洗睡的时候，秃头突然注意到快易买超市正在遭遇抢劫，看来该我西福侠登场了。说罢，他张开翅膀俯冲了下去。秘书见已经来不及阻止，直接抢先一步进入超市，并告诉店里的那两人，如果能假装让秃头成功见义勇为，那就给他俩各1000块，有钱不赚是傻子。于是在秃头的正义之拳打在身上时，蛇男很配合的应声倒下，而阿普则留下对着秃头百般歌颂。惩治完罪恶之后，秃头就打算回归黑暗了，丝毫不知道秘书在给那两人塞钱。之后又有一次，劫匪绑架了一位美女，秃头几拳就把他们掀翻在地，救了人质。然而这所谓的绑架案不过是小丑小组的表演罢了。还有辛巴3人组抢劫银行，也是秘书在背后一手策划，这样的事情是不胜枚举。终于在某天迎来了最盛大的表演，秃头邀请了镇上所有的权贵名流来感谢保护人们的新神秘人。等到秃头随2位美女走后，众人才松了一口气。接着秘书又掏出了一沓钱，干得漂亮，各位，这是绝密。再说回辛小妹，她看了报纸之后来到了秃头别墅，然而敲了几下没人开门，正不知该怎么办时，秃头刚好带着秘书回来了。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辛小妹就把哥哥的事告诉了他，她想拜托秃头帮自己查明真相。然而秃头从来不是什么超级英雄，所以很干脆的拒绝了这小姑娘。秘书见她这样无情，有些生气，我想你刚把一个真正能帮的人给轰走了。接着他就把自己导演的事和盘托出了，说自己是英雄，其实只不过是个身材瘦小的骗子。说罢，秘书就离开了。被西福侠拒绝让辛小妹愤愤不平，她再也不相信这世界有蝙蝠侠了。这时她发现妈妈在洗养蜂人的裤子，就很奇怪。辛妈说她是自愿帮大家洗鸡蛋渍，可能是为了弥补所谓的小新的过错吧。突然辛小妹发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衣服，准确来说是一条苏格兰短裙，它上面的鸡蛋渍很少，就像是有人为了摆脱嫌疑故意弄上去的。由于这裙子过于特殊，母女俩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威利。接着他们找到了威利对峙，这条短裙证明你陷害了我哥哥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讨厌复活节，我是苏格兰的古老信徒，因此他不想承认这个节日。那把鸡蛋箱的钥匙也是他在食堂阿姨睡着后悄悄复制了一把。交代完毕后，他夺过裙子扔进了木头切割机，这样一来就没有证据能够指证他了。不料这时西福侠来到了这里，他从滑梯俯冲下去，骑上了威利的肩膀，然后攀上烟囱，用钱堵住了他。在这声爆炸声后，秘书接住了轻飘飘的秃头，这一次秃头终于真正做了次好人的超级英雄。接着他们把这罪魁祸首带上了法庭，虽说过程有些曲折，好歹证明了小新的清白。小新现在对妹妹无比感激，你救了我 Lisa， 在我的余生中有麻烦的话第一个就找你，我真希望你从今往后变得好相处些，没必要，我有你呢。接着辛小妹好好的感谢了秃头，今天你真的是个英雄，谢谢你。在这皆大欢喜的时刻，却有一人被无边的黑暗笼罩，他就是老谋子。在得知小新被判无罪后，他绝望了，至此之后他又要开始害怕接任何电话了。其实春田镇英雄不只有秃头，在他被讨人厌的莱尼博士抓住后，总部又陆续派出了其他的8群英雄，他们分别是漫谈者、陈鸟、风火轮、铁肺，他们的组合并称为可靠者联盟。不过他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打扑克。本集恶搞了美国漫画蝙蝠侠，不过这年老的秃头可比不上韦恩，他只能依靠着秘书的撒币，他能不断做着超级英雄的美梦。好在他的力量虽然薄弱，却也凭借自己的努力真切地帮助了辛小妹，可见只要有那扶危救困的心，便也能有一份热发一份光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